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黄炯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场景啊！这个现在的北京时间呢是8月6号的早上8点。我相信关注机圈的小伙伴，昨天晚上应该都已经知道了，三星召开的全球发布会已经发布了它的 Note 20，还有 Fold 2啊，手表一大堆东西。一个顶级安卓旗舰，它竟然用了一个聚碳酸酯，就是大家说的这个塑料的机身啊，这我还是非常好奇的。每年呢 Note 系列发布的时候，咱们都说这个机圈的有一大堆手机都叫 Note， 但是真正配得上 Note 这个名字的只有三星的 Note 系列。现在咱们还是 Note 10 Plus 的播客换体验小白测评，咱们马上变身 Note 20。OK， 现在我处在的这个神秘的空间呢，可以给大家来一次超级大满足。这边是还没有打开的，完全全新的。然后这边呢，就是咱们一会儿要聊到的所有的三星这次发布的产品，这个20，然后20的 Ultra， 然后新的手表，各种各样的型号，然后还有就是耳机，各种各样的颜色，全部都有。OK， 咱们马上开始。这一次呢，确实啊，这个两台手机的这个配置上差距拉的是比较大，所以说大家对 Note 20这台机器颇有微词一些。这个实际上手的质感呢，我刚才稍微把玩了一会儿啊，其实真的还是挺不错的，这个总体的质感上面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一些。首先你拿到这台手机的第一感觉就是它特别的轻薄，因为它是一个聚碳酸酯的一个机身，这台手机只有190多克，而且它的这个尺寸上呢是一点都不小，而且因为它全部都做了这种磨砂的工艺处理，这种 AG 的处理，所以说看着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漂亮的，但是拿上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出戏，但是也还可以啊，真的也还算是可以。这台机器呢，我们是已经提前设置完毕了，这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反正就是绿色吧，这个最好看的颜色了吧。这一次它是3个颜色，在 Note 20上有一个迷雾金色。大家对正面颜值上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边框的这个 R 角上，这个 R 角啊确实是有一些不一样跟之前，因为然后整个的这个机器正面的观感上，由于它边框做的都非常的窄了，所以说视觉冲击力依然是非常强。它是3边等宽，就是顶边和两侧全部都是一样的，然后底边呢要稍微的宽一些。这个同样这台机器呢也是一个上边还有下边全部削平的这种设计，是 Note 系列的保持的风格。Ultra 这边呢，这个金色我已经是提前设置完毕了。这两台手机其实它的差别还是不小的啊，这个无论是 R 角还是边框上面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区别。正面的边框上明显 Ultra 这边呢就要更加方正，更加的就是阳刚气息一些吧。如果要是男生用着呢，肯定是吧这种男生范儿；如果要是女生用着的话，也有点反差萌的那种感觉，就像是一个妹子然后从这个路虎或者说大 G 上下来的那种感觉。这个边角处呢，它也是做的非常的锐利，这个是 Note 系列的一个小的传统吧。但是你注意到这个摄像头上，这个正面是小了非常的多。黑边的这个处理上呢，其实它顶部和底边呢差别呢并不是特别大，这个两侧上这个要稍微的更收了一点，它的弧度要稍微的更大一些。这个迷雾金呢是这次 Ultra 的一个主打的颜色，它整个的这个质感呢其实有点偏灰金色的那种感觉吧，就是或者说古铜色，有很多人也这么叫。这次这个模组呢，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它没有给我加任何乱七八糟我用不着的东西，这3个摄像头就是实实在在的最主要的3颗摄像头，一个1200万的广角，然后1200万的长焦镜头，还有一个1.08亿的就是移像素的这颗HM1 这个最新的移像素的镜头。但是呢，咱们也实话讲，就是它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升级，这个跟 S20 Ultra 上面那个是差不多的，就是一样的配置，但是还好像没它多的那种感觉啊。后背的 ID 上的这套模组这个凸起啊，确实还是挺大的，你看这侧边。确实是不小，它这个3个圈呢，其实是做了有点向下延伸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有些人说这样像老式的是吧红绿灯的那种感觉，特别像啊老式红绿灯。Note 20这边呢，这个摄像模组就要好一些了。你看侧边几乎这凸起非常窄，我感觉也就1毫米吧。屏幕方面是大家诟病 Note 20的另外一个点，就是它只用了60赫兹的屏幕啊。这款机器的先行版竟然是卖到了7000多块钱。确实让我有点不太能理解啊。这个视觉观感上肯定是没有问题了，也是顶级的这个 AMOLED 屏幕，只不过是60赫兹，没有高刷。然后 Ultra 这边呢，大家也是颇有微词，就是因为它没有给你到
这个2K 加上120赫兹，这个屏幕呢应该是和 S20那个时候是一样的，也是 Dynamic 的这个 AMOLED 屏幕，然后它的峰值亮度呢是能达到1500尼特，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了啊！就是它们真的都是非常非常轻薄的，这个都是8毫米多的一个尺寸，然后尤其是这个 Ultra 啊，你别看它这么大个，6.9寸，这个7寸的这么一个手机啊，但是拿在手里真的非常非常轻，它只有208克吧，大概200几克的这么一个重量，是特别恐怖的。因为这么大的这个机器，做成这样真的是很难得的。之前在 S20 Ultra 的时候，我们吐槽过一个点，就是它的上下平衡做的特别不好，因为它的摄像模组太重了。但是这个我拿在手里没有那种特别强的坠手感，就拿在手里会感觉更好一些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缩减了电池，它电池呢是45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，确实是稍微小了一些吧。我感觉这次这个亮黑色做的是特别精致，大家注意看它摄像头里边的这层抛光的圈儿，这个亮黑色是非常显质感。这个 Note 20上的这一次呢，它都是采用了这个聚碳酸酯的机身，不太了解这个材料。这个材料呢是一个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强化的某一种塑料吧。其实它的硬度呢还是挺高的，但是呢毕竟是塑料，它拿在手里的这个质感呢肯定是不如玻璃和金属来的好的。这种材料的好处就是它的韧性特别的强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它非常耐操，这个你什么摔到地上啊，什么各种跌落啊都没有问题。康宁大猩猩玻璃，但是玻璃它终究是玻璃，这个。第7代，他说是可以垂直落地的话，2米都摔不碎。当然我是对这个数据是吧，大家都懂的，反正你不要去试就可以了。然后，但是呢，也有一些小的问题，就是比较不耐磨。如果你把它装在口袋里边，比如说有钥匙啊，或者说一些卡针啊之类的一些稍微坚硬的一点的东西，它会这个，尤其是这个棱角啊，这个边就这里。经常会磨出来一些细小的划痕，而且是永久性的去不掉的，这个就是它的问题。这一次的 Note 呢，这个笔呢要特别说一下，这个笔呢是放在右边的，它现在给你挪到左边了，就特别不适应。它的延迟降的是非常非常的低，这个延迟已经降到了9毫秒，有那种指哪打哪的感觉，就是你几乎感受不到这个延迟了。然后咱们来试一下之前的这个，你写出这个笔画如果太快了的话就有延迟，你都能看到。OK， 咱们再来看一下配件方面。首先就是这款耳机了啊，这个耳机叫 Buds Live， 这个就是一个小豌豆的一个设计，你也可以把它是吧？叫腰子也可以是吧？大家可以把豌豆或者腰子打在公屏上。这个耳机你第一上手的感觉就是，哎，这怎么戴啊？它好像没有那个耳帽，就直接插在你耳道里的那个，或者说卡住的那种。它其实呢是根据这个人体工学呢，直接扣在你的这个耳朵里边的。我实际佩戴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其实呢它是并没有什么松垮的，主动降噪的，而且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啊。国行现在没出来，但是好像是1000出头的这个价格。这个耳机其实我是非常期待的。这边呢是它的 Watch 3代的这个手表 Galaxy 系列的这个手表呢，确实三星的手表在国内带的是比较少的，但是呢，它真的是一直在用心做。因为之前呢，我们也发过视频体验过三星的一些手表无论是在无障碍方面呢，对无障碍特别注意一下啊。我戴着的这个就是他们最新的这个 Watch 3，这是分2个尺寸的啊，这个一个大一点的，一个小一点的，这个金色的这款。好。你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了，搞上这一套啊！这个手表呢，其实这次改变并不是特别的大啊，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。这个参数方面的这些东西，我就不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。这个是吧？官网哪儿都有，你都能查到。耳机这块呢，还有一个值得表扬的，就是它这个盒子真的是特别小啊！这盒子真的很小，特别小。然后它的续航时间也挺长的，就是带这个降噪的功能啊，主动降噪的功能，它是可以达到6个小时，然后加上盒子的话呢，可以长达21个小时的这个续航。这个无线充电的，你可以把它是吧放在这个手机上，直接用它的反向无线充电就可以了。然后简单总结一下啊，首先呢是这个 Note 20这边，其实这款产品呢，我觉得吧，就是三星呢，其实它是感受到了这个市场的一些压力，然后做出的一些市场向的选择。因为这2台机器呢，它的配置拉的是特别的开，国内的竞争呢一直都是非常非常激烈的。然后但是呢，在比如说这个南美市场或者说这个东南亚的市场，他们的竞争没有那么激烈，然后呢这些配置的要求呢也没有那么的高，他们的移动互联网说实话都没有咱们这这么发达。三星很好的利用了自己在这些市场这种高端的这种品牌溢价，然后利润率更高，这个其实是市场向的一个行为，这个无可厚非，是吧？你不买它就是了嘛，对吧 ？Ultra 这台机器了，其实这个机器呢，就是代表了三星目前最强的这个设计，还有就是一些这个最强的配置。我就这么说吧，就是这个正面颜值啊，
反正就是我最喜欢的正面颜值。钢铁直男来说，这个手机正面真的是无懈可击了，就是一定要买的那种感觉。你觉得正面颜值最漂亮的手机是哪个？你可以飞一下弹幕啊。它就是要轻薄一些，让大屏手机拿着手里也没有那么压力感。你想，如果要是它放上一个5000毫安时的电池的话，这个机器也不可能给你做到200几克的一个重量。这可是一个7寸的手机啊，将近7寸的手机，这个你一定要知道。但是我一出上手的感觉是它变小了，还是我变大了？反正就没有那么强的压力感，跟我拿到 S20 Ultra 的时候是一样的，因为它屏占比真的实在是太高了。这次在这个摄像方面呢，它是3颗镜头的配置，其实相对于 S20 的 Ultra 来说呢，要稍微的少了一些，而且功能上呢也稍微少了一些。比如说它就没有了100倍的这种变焦，也就是 Zoom 的那个 S20 的那个招牌。然后呢，咱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1亿像素。这个之前呢，三星呢它其实要等待一些的，现在呢就是等待时间也有，但是感觉稍微缩短了那么一丢丢。好，我现在摁 OK， 现在已经拍完了。对，这个速度其实还算是可以的。然后呢，有个小细节就是它在拍照的时候呢，用它的这个震动呢，给你模拟了一下那种是吧，机械相机咔嚓那种感觉，就是它会震动一下，而且它这个震动是稍微滞后的，这个是很细节的一个地方。摄像方面可以调到8K， 对，它最高呢是可以录制8K 24 FPS 的这个视频，但是目前我们手里这台 Note 20取景框的那种卡顿感和延迟感的明显要比 Ultra 那个要严重一些的，当然这也可能是早期工程机的原因。这次的 Note 系列呢，确实啊，这个让很多小伙伴呢觉得没有那么超大杯，没有那么机皇，因为每年的 Note 呢，真的是把所有这个最新的技术还有最新的参数全部都给你干到顶了。但是这次感觉稍微差点意思，尤其是 Note 20的这个存在，这次也明显感觉到三星呢是把这2个型号呢给拉开了特别大的一个档位，放在国产机里边就是 P40 和 P40 Pro 的那个感觉啊。至于的价格上呢，先行者一个是7000多，一个是9000多，但是最后的价格我估计应该是一个6890，一个8890的这个样子大家可以等等港版或者说一些官方的一些优惠活动，我觉得这次应该是比较快的。后续我的先行者到了之后呢，我们会第一时间做他们的身测，还有就是他们的所有实测数据，我们都会更新到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小程序里面，我们的数据库商城都在我们的公众号里边。不客观的点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